有庆家的和王莲芳。有庆家的和王莲芳的事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，事实上他们没有事。王莲芳真正爬上有庆家的身，还是在1970年的冬天，时间并不长。要是细说起来，有庆家的做完小月子不久，就和王莲芳在路口上认识了。王莲芳和蔼得很，目光甚至有点慈祥，但是有庆家的只看了他一眼，立即看出王莲芳的心思来了。有了一官半职的男人喜欢这样用亲切微笑来表示他想上床。有庆家的对付这样的男人最有心得，他冲王莲芳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知道被他睡是迟早的事，什么也挡不住的。有庆家的心里并不乱，反而提早有了打算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他一定要先怀上有庆的孩子，先替有庆把孩子生下来，这一条是基本原则。还有一点不能忘记，既然是迟早的事，迟一步要比早一步好。男人都是贼，进门越容易，走得越快。有庆家的在这个问题上有教训，历史的经验不能忘。但是王莲芳急，有庆家的认识王莲芳的时间不算长，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了。他在寻找和创造与他单独见面的机会。不管怎么说，当着外人的面，王莲芳还是不好太冒失。猫都知道等天黑，狗还知道找角落里呢。王莲芳要是逛到他家的天井里来了，有庆家的热情得很，嗓门扯得像报幕，还到隔壁去讨开水，高声说：“王支书来了，看我们呢。”王莲芳很窝火，但是你不能对人家的热情生气，只能亲切，再加上微笑。有庆家的大大方方的把一切全做在明处，这和胆小慎微和时刻小心的女人大不相同了。你反而不好下手，你不能像公鸡那样爬上去就摁母鸡的脑袋。王莲芳有一次都跟他把话说破了，说：“有庆这个呆子，我哪一天才能想到有庆那样的呆福？”有庆家的心口咯噔了一下，都有点心动了。但是有庆家的装出一脸的没心没肺，嗓子还是那么大，反而把王莲芳弄得提心吊胆了。不过有庆家的却拿捏着分寸，绝不会让王莲芳对他绝望。王莲芳要是对你绝望了，到头来你一定比他更绝望。有庆家的知道自己懒的人必须有靠山，没靠山只能是等死了。那一回生产队长已经摊派有庆家的沤肥去了，沤肥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儿，工分又低。生产队长这样摊派有庆家的，显然是给他颜色了。有庆家的扛着钉耙，夹在男人堆里，一路说说笑笑的向田里去。迎面却走来了王莲芳，一起招呼过了，走出去10来步，有庆家的却回过身，来到王莲芳的面前。他把王莲芳衣领上的头皮屑掸干净，随后扯出一根线头。有庆家的没有用手，而是把脸抚上去，用牙齿咬住了，咬断，在舌尖上打成结，很跛跷的吐了出去。有庆家的小声说：“死样子，一点不像支书，替我沤肥去。”有庆家的没头没脑的丢下这句话，王莲芳被弄得魂不守舍，幸福的两眼茫茫。有庆家的当然没有和那些男人一起沤肥，他只是在地头站了一会儿，把绿格子方巾从头顶上摘下来，握在手里头，说：“不行，说他得先回去。”有庆家的当着队长的面扛上钉耙，打道回府了。屁股一扭一扭的，像拖拉机上的2只后轮，没有人敢拦他。谁知道他什么不行了呢？谁知道他先回去干什么呢？到了1970年的冬天，有庆家的对自己彻底死了心了。他不可能再怀上，有庆似乎也放弃了努力，他忙不出什么头绪来。一赌气，有庆上了水利工地。大中午，王莲芳来了。
有庆家的刚刚哭过，想起自己的这一生，慢慢的有了酸楚。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，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。有庆家的当初是一个心气多旺的姑娘，风头正劲，处处要强，现在却处处不甘，处处难如人意了。越想越觉得没有指望。王莲芳进门了，背着手把门反掩上了，人是站在那儿，却好像已经上了床了。有庆家的并没有吃惊，立起身，心里想，他也不容易了，又不缺女人，惦记着自己这么久，对自己多少有些情意，也难为他了。再说了，作为男人，他到底还是王家庄最顺眼的，一有一样，鞋有鞋样，说出来的话一字一句都往人心里去，牙也干净，肯定是天天刷牙的。有庆家的这么一想，两只肩头松了下去，望着王莲芳，凄凉得很，眼泪无声地溢了出来。有庆家的慢慢转过身，走进屋里，侧着身子，缓缓地拿屁股找床沿，沁下头，脖子拉得长长的，一颗一颗的解完了。有庆家的抬起头说：“上来吧。”有庆家的到底是有庆家的，见过世面，不惧王莲芳，就凭这一点，在床上就强出了其他女人。王莲芳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人都怕她，她喜欢人家怕她，不是嘴上怕，而是心底里怕。你要是咽不下去，王莲芳有王莲芳的办法，直到你真心害怕为止。但是让人害怕的副作用在床上表现出来了。那些女人上了床，要不筛糠，要不就像死鱼一样躺着不敢动，胳膊腿都收得紧紧的，好像王莲芳是杀猪匠，寡味得很。没想到有庆家的不怕，关键是有庆家的自己也喜欢床上的事。有庆家的一上床便体现出了他的主观能动性，要风就是风，要雨就是雨，没人敢做的动作他敢做，没人敢说的话他说得出，整个过程都惊天动地。做完了还侧卧在那儿，安安静静的流一会儿眼泪，特别的招人怜爱，特别的开人胃口。这些都是别翘的地方，王莲芳一下子喜欢上这块肉了。王莲芳胃口大开，好上了这一口。